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像莲花状的广州美术馆新馆。看啊，这个门前呢是幽汪水池，这边的景色就美了。你看啊，对面正对的就是广州电视塔，对面呢有更多的高楼之处啊，就是珠江新城。这个就是我上次来过的这么一个展馆的中厅啊。我们四周来看一看。用了一些布置啊，加了一些光影，还有一些古趣。道光年间的一幅画，它都讲的以前那种生活无忧的人们的家庭生活。嗨，大家好，今天下雨啊，我开着车来到广州，在琶洲这边的一个美术馆，应该叫广州美术馆，也叫广州艺术博物院。这个地方我上次就来过，你看前面正对着小蛮腰电视塔，对面呢就是这个广州艺术博物院，也叫广州美术馆。现在我准备找一条路过马路。其实它这个美术馆里面本来是有停车场的，但我不知道它这个停车场是因为数量不够呢，还是有一部分其实没有开放。就看到你看对面有很多的车都堵在马路上，我刚刚也堵了一会儿，实在是不耐烦再等了，所以我就来到了身后的一个停车场。我记得我上次来也是这么走的。我们现在准备进馆去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什么展览。最近下雨实在太多了，每天都下雨。但幸好呢，它下雨之间呢也会有些间隔，所以我们还是打算出来找个室内的地方走走。这个就是广州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的标志。参观要从这边进。其实你看啊，这边是有地下停车场的，但是它只能从那边这个门进来啊。因为这些社会停车场呢，相对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居然不让进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像莲花状的广州美术馆新馆。看啊，这个门前呢是幽汪水池，加上现在下雨，路上有些积水啊，到处都是水的感觉。去年它开馆的时候，我们已经来过了一次了，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里面这边有个门啊，它必须要绕路绕到那头去。边上还在大兴土木，这边有个石刻的雕像啊，这谁啊？杨全相，这么一个人。这边的景色就美了，你看啊，对面正对的就是广州电视塔，对面呢有更多的高楼之处啊，就是珠江新城。这里竖着一块大柱子，上面写着广州艺术博物馆、广州美术馆，有一个石窟艺术大展，叫灯黄展，进去看看是不是有些新的展览项目。今天幸好啊，一路上都是下雨，但是停了车以后，居然雨停了。我们现在这个展馆门前空旷的地方来看看街景。
广州新的中轴线呢，就是从最前面那个中信大厦一路向南，经过广州体育馆，然后就到了河南，到了海珠区这里的。现在呢，据说这里一路都要往南去，将来一直会到珠江后海路道变成一条真正的长距离的中轴线。我们来看看这边已经形成了很漂亮的公园了，前面是翅膀塔，就这么一路过来。据说这边还是使馆区，有10几20个外国的使馆。大家可以看看这就是广州原来的不发达的河南地区，那现在呢已经成了一片时尚天地。边上还有个 TIT 创意园。你看对面的墙上专门有一个巨幅的宣传画，一念灯黄，轻舟微笑。2026年6月20号到12月19号，这里举办灯黄展这个应该不错。去一次灯黄可不容易但在这边可以看到灯黄的一些艺术展品。以前随便进现在要扫码进馆了。可以了。对。可以了。在门口折腾半天总算登记了进来了。你好，欢迎你安检一下。好。有火机吗？没有。好的，请进。好，总算现在进到了这个里面了，比我上次来呢多了一些麻烦，要扫码登记，还要有一些程序。这个就是我上次来过的这么一个展馆的中厅我们四周来看一看。轻舟微笑，全票78块。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免费的展览，杭州的西泠印社藏品展。但现在呢，已经撤了展了，这边变成了一些收费的展。现在的主题就是灯黄艺术展。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到楼上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免费的展览。请问一下，除了现在这个灯黄的馆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免费的其他的馆可以参观？3、4楼，3、4楼就可以。好，谢谢你。从那边看可以。好的，谢谢。刚刚请教了一位工作人员，就如果要去参观一些免费的展览的话呢，要移步3楼、4楼现在是在2楼，这边主要的是灯黄艺术的一些展览。那我们现在走楼梯上到3楼、4楼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展览可看这里应该是可以上去的吧。到处都是轻舟微笑的广告。关山月艺术馆，对面是陈树人艺术馆都是岭南画派的先驱。好，我们就在这边看一看。江春细丫图，清代画家的作品。杨柳蜂蝶图，清代一位姓何的画家，是广东佛山那边的人。教读图，都是一些以前的人画的画、写的字。这是一幅长卷，黎明热月图，这有点类似清明上河图，就反映着当时的民俗。
老百姓的生活，是乾隆46年画的春日裁衣图，讲农户家庭主妇做衣服的画面。这里都是一些小幅的扇面，做扇子的这种画作，用了一些布置加了一些光影，还有一些古趣。葛洪移居图，觉得这个灯光太过幽暗了，就这个画作看得都不清楚啊，应该用一些冷光灯对着画作才行。大概只有这幅鸿篇巨制的画作就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清平条图，清书六朋作，应该是一个皇家贵族家里的这种景象。小齐入宫图，你看这些中国的古画，它都是通过裱装以后就是粘在一层布上，时间久了以后就皱了，因为它不是像油画画在板上的。这是一些文化习俗方面的介绍，对中国女性自古以来从事的一些工作。这里就是描写着古代的妇女们的生活。道光年间的一幅画，都讲的以前那种生活无忧的人们的家庭生活。敬酒图，咏梅图，这些呢都是古代那种吃饱饭没事干的生活。这要是放在几十年以前都是市旧都是封建，都是小资生活。所以看得出来从古到今，文艺确实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它还是需要有经济的支撑，赋予人家的玩意儿。这些扇面做成漂亮的扇子。这个应该主要是一个有关于古代妇女生活的主题展主要是反映着这个有钱有闲的太太小姐们生活使用的一些像扇子这种物品当然还有他们的日常的生活写照。我们来看看就是关于在中国美术史的千年长卷中，女性形象主要当然就是赋予人家的太太小姐她们的仕女化这样的这种形象。这边还陈列着一些雕塑作品，前奏、许鸿飞、大提琴。现在我在3楼。这边还有一个杨善生艺术馆。这边应该是些油画作品这是一个西关老房子的大门。这个是一个水彩画吗？农家，跟我们小时候一样没有条件就搭个石板打乒乓球。
应该都到民间去体验生活、写生的作品了。应该从这样的顺序来啊，所方无人物，还看今朝。这是讲的红色历史。基本上都是一些宣传画，政治色彩太浓了。这里不仅成了红色展览啊，也是党史教育的项目了。赖少奇艺术馆，这边呢都是一些南派的知名画家啊命名的。今天感觉还是稍微有些失望啊。虽然说像这些从敦煌专门运过来的艺术品，收一些费让大家来参观，我觉得未尝不可。但是这个楼上原本是有很多免费的，让大家能够来陶冶情操的展馆，基本上空洞化啊，展品非常单一。其中一些呢是长期的作为一种党史宣传这样功能的展览。好，这边有个美术馆文创店，我们到里面稍微去瞄一下。买纪念品，买小孩的公仔的地方。这边有一片就餐区。这边有一些卖吃的东西。免费优待票今日已经领完，下一批免费优待票领取时间为12点。原来这个明年敦煌青州微笑每天也会发一些免费票让大家进去参观的。好，我现在呢就走出广州美术馆了，也是广州艺术博物院。今天感觉比较一般啊，可能除了一家敦煌展之外，其他没什么可看的。看敦煌展呢，实打实的是要买票进去看的。虽然一天也会放几十张的免费的票，但是排队等候很快就没了。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美术馆的边上，干脆就在这边逛逛街，走一圈去拿我的车，然后打道回府。好的呢是现在不下雨，可以在街上随意的走走。
但天色呢，看来还是非常的暗，这场雨等一会儿还是有可能会下来的。好，我们现在就在街上随意走走，逛逛街。翅膀塔站，所以后面那个塔呢是翅膀塔，古塔和新塔表示呼应，觉得很不错。天气好的时候出来走走，多看看博物馆美术馆，我觉得这也是提高自己的一些文化修养。一个城市是否时尚现代，我觉得主要也不是看街道，不是看商业中心，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城市里面有多少人经常去逛博物馆、美术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的标志。那广州这种城市呢，千年商都，缺的就是一些文化气息。就以前搞文化搞文艺、搞创作的只是极少一部分人，但相信了以后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参与其中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的进步。好了，今天就是来广州美术馆这边到室内的地方，可以不用淋雨的地方呢来走走。顺便呢也看看这些展览馆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稍稍感到遗憾的是，这个里边没有什么变化，除了一个收费还不便宜的灯光展以外，其他的真的都是一些老生常谈。那准备过马路去取我的车，就在这边结束我今天在海珠区这边的情况。谢谢大家跟随，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拜拜。